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打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央视频、央视网、云听、央广网等18家互联网平台，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看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另外，全国电台联盟也有超过20家在全程播出，覆盖人群超3亿人次，共同助力华语音乐传得更远，被更多人听到。超过20亿人次关注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旗下全国媒体顶尖音乐品牌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第126期的榜单已经在上周五的上午10点钟和大家见面了。那么第163个打歌周期已经从上周6开始，一直持续到本周4，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钟。欢迎大家登录官微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为你喜欢的歌曲和音乐人持续打歌助力吧。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也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了。他的嗓音温暖且充满力量，将都市平凡人物的挣扎不屈一一倾诉。他通过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的道路上勇敢求生，为自己而活。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熊猫堂崔云峰，欢迎峰峰。Hello， 欢迎峰峰，跟屏幕前的各位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大家晚上好。欢迎峰峰，我们再一次欢迎峰峰。那你这次也是时隔将近2年的时间做客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跟上一次还是紧张吗？对，还是有点紧张。就因为你是第2次来了，我以为就是说会更加放松一点，但可能是因为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棚，对，换了一个位置，对，就还有点不适应，有一点点，但没有关系，因为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的新作品、新专辑来到我们节目的，我们就多聊点你的歌，多聊点你的新创作，可能会放松下来，好不好？好，那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3月9号发布的个人首张专辑《求生》来到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那可不可以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然后这一次我带着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求生》，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主要就是想表达，在生活当中，就算是平凡的你我，也可以有不平凡的梦想。只要坚持的话，我们的梦想也可以熠熠生辉，绽放光芒，成为更好的自己。哇，真的好会说啊，太厉害了！对，我们都要熠熠生辉，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对，我看到屏幕前各位都来了，好多人都是来了。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呀！峰峰加油！峰好会说，对啊，真的好会说。谢谢。那其实我有看到这张《求生》的专辑里面，它第一句介绍是“于平凡缝隙燃求生微光”。它其实这句话真的写得很有深意。对，它这是整张专辑的概念嘛？对，没错，就是我们整张专辑想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吗？其实表面上就能大概看出来，就是我们虽然很平凡，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可能平时会被可能忽视掉啊，或者说是就是因为太过平凡就被无视掉了。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拥有机会，或者说抓住机会，我们也可以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这个概念是你自己想到的吗？还是说整个团队一起？整个团队一起吧，结合可能说跟自己相关的一些经历。我刚想问，就这个概念是跟你自己经历有关？对，有一些关系。跟我自己的经历还是有一些关系，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也是最开始我是很平凡的，我是一个客服嘛，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有公司做熊猫堂这个团体，然后呢我很幸运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到这个团体，然后出道以后，然后参加节目，让大家听到了有一种声音叫做崔云峰，后面绽放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光芒，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自己经历比较贴的一个地方。是的，那你刚刚说你很幸运，但我觉得你能站到大家的面前，可能也不止幸运，更多是你背后的这种努力。有了，谢谢。好，那我们还想再聊一下，就是因为整张专辑包括那个 intro、outro 还有插曲什么的，一共有收录12支歌曲，是吧？那其实对于一个 solo 专辑的话，它其实算一张大专辑了。对，也能看出来你对这张专辑真的很用心。对，那我想问一下，从这个最初的筹备到最终发行，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
其实从去年的年中就有拿到《求生》这首歌了，所以总共来算应该差不多能有7、8个月吧，这么长的时间。7、8个月，那其实是很漫长的。对对对，还蛮漫长的。那你也有说参与了整张专辑的创作在里面嘛？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挑战？其实这一次专辑的歌曲，从录制难度上面就算是一个挑战了。然后觉得这个《求生》这个歌，相比之前，不管是我们熊猫糖的歌曲，还是我之前发行过的歌曲，都难度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实有听得出来，我听完了整张专辑的所有歌，就觉得这其实是对你而言是一次突破。对。那所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在你自己身上。对，其实是在想把突破自己，想把这个歌曲完成的更好或者更完美，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困难。那你对最终的成果满意吗？我觉得我是很满意的，甚至有一些作品是超出我的预期的。超出预期，对。那有没有超出整个团队的预期？就是他们团队的话，也是对这个也是很满意的。因为我有看到就是那个一个编曲老师还是什么的，对，他说很超出他的预期。对，所以这次真的是很厉害。谢谢。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在对于歌曲的录制上花了多长时间？歌曲的录制，我平均一首歌的话，基本上录制的话是2个小时左右吧。一首歌2个小时？对，一首歌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差不多。那其实很厉害，很快，我感觉。那什么棚费都要少一点。可能是，我觉得有一点。那为公司省钱了，对是吗？那哪一首歌对你而言录制的最顺利？我这个专辑当中有一首翻唱的歌曲叫做《临时钟》，这首歌是应该是刷新了我最快的录制时间吧，它不到1个小时录完了。那更省了。对，蛮省的。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哪一首歌录制的难度最大？那肯定是《求生》这首歌录制的难度是最大的。对，因为这首歌我们等会儿再聊。好的，我们先聊专辑，先聊整体专辑。对，我刚准备问出来。那你在录制的时候有什么快速进入录制的这种小状态吗？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录制之前反复的去听一下那个 demo 啊，或者是伴奏，就是反复的去听一下，然后自己呢多看几遍歌词，然后给自己去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线呢，或者说一个环境，就是你自己想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尽可能的去代入，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带入自己的情感，带入自己的一些回忆。对，就更能让大家共情起来。对。那你有没有就是因为上次鲁鲁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说他录制的时候要开嗓，就他有个习惯是他说那种我学不来，我努力在学到。对一些开嗓的一些技巧。对，那你会在现场的时候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开嗓的话，你录制之前肯定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打嘟啊，比如说啵这种的类似，或者说做一些滑音啊，这种上下的一种，就是让自己的嗓子快速的一个打开的一个方式。那你这样子会说是更好的进入状态？对，在录的时候肯定会保证声音的状态会达到最好。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想问一下，其实你这次专辑也发了宣传图，也让人眼前一亮。说真的，因为我看宣传图，你其实置身于那种末日中间的那种地方，对，但你还是依然抬着头，然后手伸向远方，这种感觉，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设计吗？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想营造一种，就是毕竟它的主题叫做求生嘛，所以我们的环境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一点的，比较绝境一点的。但是在这种绝境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想找到那种可以从这个里面出去的一道光啊，或者说一个方法呀什么的，就是寻求自己能够活下来的那种方法，其实是这种感觉啊。对，就跟你刚刚说的概念一样。对，在缝隙中寻找一束光。没错。对，那你在拍这个宣传照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一张那个，就是我有一个封面是我这样躺着，然后一个悬空的一个那个其实拍的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我们在拍摄的那个棚里面，我们那个棚可能它比较简单，它没有那种威亚呀，或者是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想做出这种悬空的效果的话，我当时是坐在一个这种凳子上面，然后2个脚往上面去抬，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由我们的那个经纪人帮你撑着吗？对，帮我撑在后面，对，这样的撑，然后我要顾
故作那种就是很好像松弛，对，很松弛的样子，但是我们的经纪人就是撑得很辛苦。后来我看到那个图的时候，还是表情很痛苦的那种样子。那刚好符合了概念，就是你要在痛苦中寻找一种放松的感觉。是的，是的。可以，真的很有意思这个，但最后结果出那个图，也就是很自然。对，其实做完以后还是对，效果还是很好的。对，那其实这张专辑也是你个人首张的专辑，刚刚也说过。那你何时想要决定说，哎呀，我要发张属于我自己的 solo 专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萌芽的？其实一直都想吧。从出道开始。对，从最开始吧，当然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专辑，但是我觉得可能正好是赶到这个公司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机会，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企划，那可能到就正好轮到我这边，然后就觉得我没有做过专辑，那要不咱们就做一个专辑，对，就是这样。就契机还是说公司刚好？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那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心情还是非常的终于到我的 show time 了，终于被我找到这个机会了。是。那我也听了整张专辑嘛，其实有发现，就是整张专辑一共有6首，就是这次全新创作的歌曲，然后还包括了3首就是之前发行过的歌曲。对，那你选择这些歌曲的标准是什么？标准的话，首先可能一方面它比较适合我的声音嘛，所以这一方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我会比较看重歌词，因为我作为演唱者的话，就首先要在唱这个歌曲当中，就是你要有投入，对吧？如果说这个歌词它不够打动我的话，或者说这个旋律不够打动我的话，那其实我很难表达，就会容易有机械化的那种表达，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选歌的标准。那有说就是为了符合整个专辑的概念来选吗？可能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的概念吧，那个时候就是对。就其实是说先选完曲，然后再找概念。对，先选完曲之后，然后我们可能针对，比如说我要把《求生》这首歌作为一个主打，那我们就针对它去围绕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说选完歌曲之后，然后我们是说再确定概念。对。那你那个整张歌曲的那个顺序是按照什么逻辑来排的？我们这次的专辑主题叫求生嘛，所以说。就是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些概念上的设计，比如说，就是我最开始的intro是有那种，就是 ICU 里面抢救的那种嘛，对，所以其实它的顺序有一点像那种，就是咱们所说的可能走马灯那种感觉，对，就是你在那个弥留之际当中，然后你在回想你的过去，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的一个心情。可能因为后面有很多的情歌，所以它可能更偏向一个爱情方向的，就是那种的一个心路历程的一个感觉。就是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或者人，对，就像回马灯，哇，这概念你不说我还没有发现。对，就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因为我是一首首听，我还在想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来排的。对，回马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对，因为其实有的人他们说会按照一种叙事节奏，或者按照一种什么章回体这样子来，然后你又创造了一出新的概念回马，可以。那我还想问一个很难的问题，很困难的问题，你做好准备了吗？没关系，我做好准备了。就整张专辑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难不难？这个有一点难哈，要想一下。其实都挺喜欢的。而且我们每个制作都制作得很好。如果说挑一个的话，可能还是求生吧。还是求生吧。毕竟就是专辑的主打嘛，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可能它歌词方面比较打动我一点。它有一句话说是握紧拳头，梦别被夺走嘛。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很容易带入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路历程还蛮坎坷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它不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啊，或者说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人就容易有可能想放弃，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念头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这句话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或者鼓励吧，就是你真的要做好，你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好。OK， 我们握紧拳头，我们的梦不能被夺走。
就当你想要放弃，或者说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那就先握紧拳头，对，咬着牙先冲算了，对，先坚持，先坚持，对。大家也说，求生最贵，怎么能这么讲呢？求生唱的就是你疯，没错。是的，就是因为毕竟是你的 solo 个人专辑，对，那肯定是唱的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是的。那其实这张专辑，距你上次发行个人 EP 已经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蛮久了。哎，那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差不多。那有经过这2年的沉淀，你觉得你有什么成长吗？觉得成长可能在音乐方面。音乐方面，我觉得录音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一些，就是对速度快了，是，对，这只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方面可能是对于歌曲的处理上面有更多的经验了吧。对，歌曲处理上。对，因为在录制的时候，其实从制作人老师那边也有得到一些反馈，大概就是说不用他说，我就知道大概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差不多就能达到这种效果，觉得他可以满意的一个效果，这个样子节省时间，然后也快。其实这张专辑发出来也是能看出来，就你学习成果的一个体现。有一些，有一些是。还有人说，头发变白，这个是染的。对，没错。身高，他们都好会说，他们很损的，我跟你说。你们经常会在直播的时候也这样子互动吗？对，我们会有时候会这样调侃我跟我的米饭们都会这样子。对，就大家都很亲密。对，其实很亲密。是，其实说这些也没有关系，就是更能拉近一下双方之间的距离。因为跟最好的可能更亲近的人，他更容易这种开玩笑。对，是这样的。那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张专辑有可能出 MV 吗？MV 的话，这个公司那边可能在讨论这件事情。好，先甩锅给公司。对，就是。听到了吗？大美德风。对，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对，咱们就看你们表现了。对，看你们能不能给我出一个 MV。那大家也说请一定要有啊，其实大家也很期待。是，那我们虽然还没有，但我们先畅想一下，就如果你拍 MV。你觉得你会加哪些元素进去？我觉得其实咱们那个概念设计的还蛮不错的，就是那个 ICU 的那个。ICU。对。就是我觉得蛮想就是把这个主题和这个故事再丰富一点，然后根据这个，然后再拍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对，那你有想过什么风格吗？就有的人说是港风或者写实风，或者是那种。如果是回马灯的话，其实有点那种。是有一点，梦幻一点，是不是？那如果你那个宣传照那种末日的这种感觉，其实也不错，对。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前一段时间有一种很火的那种风格，叫什么梦什么风格，就那种梦境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场景，然后你在里面来回的穿梭，其实蛮符合这个专辑的概念。对，其实梦境有时候也是人的一种精神上面的反馈，对，一种体现。对，一种体现。是的。病符风对，有人说对是梦河，对，就是那种梦河梦河，对，学到了，我之前都不知道梦河风。之前有一种这种可以大美德风梦河风。我们悄咪咪的说哈，那专辑上线的那一刻，你心情怎么样？毕竟熬了7、8个月，终于出来了。对，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件事情终于做了，而我的又完成了一个成就，那种感觉。就成就又解锁了。对，又解锁了一个成就。那你第一时间分享给谁了？第一时间跟父母吧。跟父母说你儿子有一个专辑了。那他们之前知道吗？之前知道。但是他们之前我知道我出的可能它就是一个 EP， 然后是1首歌，几首歌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一个真的一个专辑了。那他们听完怎么说？他们听完就是觉得，反正他们能够听出来，就说你这次的歌好像比上次难呢。对，这个有反馈。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说里面有几首比如说那个翻唱的还不错。对，有说这个然后有在家族群里面各种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宣传一下，然后那个对有。那个就是熊猫堂的其他成员，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是
也有给我一些反馈吧，比如说他们觉得喜欢哪一首歌，比如说他们有的喜欢求生，然后有的喜欢陌生情人，然后甚至比如说看嘻哈，然后他有一次就是突然跟他那个聊天，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他说啊你那个歌我学了好久哎，还没有学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对，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这些那其实大家都是对你这张专辑都很满意，大家反馈还都挺好的那有没有关注一下米饭们的评论，歌迷朋友们的评论？有，大家有就是对我的反馈还都是很正向的啦，都很正向。最深刻的一句评论有记得吗？我记得有一个是说，他说我《求生》这首歌是描写了我22到27岁的一个路程。对，有人这么讲，我其实觉得这个说的还挺，真的还蛮贴切的。因为我也看到了。是吧？然后我还有关于这个问题，那我们等会儿再说。我们下半场再说。可以。那还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队友们有没有给你一些帮助或者建议这样子？录制的过程吗？录制的其实因为录制的过程其实他们不在，所以说好像也没给出什么建议或者是什么，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吧。精神上的支持，加油吧。就是你们如果成员都是在出个人专辑的时候，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反馈吗？会给，比如成品出来之后会给一些反馈，哎，觉得你这个歌还蛮不错，哎，怎么那么好的歌都给你了呢？怎么不分我一首呢？对，怎么不给我一首呢？给我的歌都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对。那其实这种其实也是玩笑话，对，玩笑啦，都是玩笑话。就其实我看你们整个团就之间相处关系都很好，对，因为上次其实鲁鲁也给顶顶打电话了嘛，然后我有问他们，你们队的颜值第一是谁？那你也来做个回答吧，顺便。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队的颜值第一是谁啊？鲁鲁的答案是顶顶第一，其他都是第二。很会端水。这个问题。有人说哦。那就是我觉得也是吧，我跟他答案一样吧。答案一样。对，因为顶顶他毕竟是我们团的门面担当嘛。门面担当。他有门面担当这样的一个就是头衔，所以说那肯定是顶顶了。那就先给顶顶了。对。至于我心里面是谁呢，就是不一定了。对，那就说不准了哈。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张专辑已经上线了嘛？那会出实体专或者说配套周边吗？这样子？实体的话，公司这边也在考虑。对，公司这边也在考虑当中，所以就是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熊猫堂的官方账号。然后周边的话，其实我们有出一个这个黑胶版本的那个 NFC 的一个周边。是黑胶里面有 NFC 吗？对，它其实是做了一个黑胶的一个外形，然后它里面放了一个 NFC 的一个芯片，然后你的手机碰在上面就可以播放这首歌曲。其实现在很多他们出黑胶的话，我们还要买那种唱片机来放嘛。对，其实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咱们家中有这个黑胶唱片机的少，对，的确是比较少，所以说即使有真正的黑胶的话，也不一定能播放嘛。对，所以那既然我们现在有 NFC 这个途径的话，我们就让它真的可以播放，就算你没有黑胶唱片机，它也可以，你拿手机这样一碰，它一样可以播放，真的很方便。对，所以我们后面可能会送出一张。可以啊，可以啊，大家期待一下，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期待一下，可能会送出黑胶哦。好，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张专辑，你会用哪3个词？对，让大家听到这张专辑第一个想到这3个词。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沉浸。沉浸，对，因为这一次还是用了很多的 intro 啊，然后一些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然后我觉得录了很多这个真的人声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沉浸的一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感动吧，我自己听下来其实是感动的，因为我自己对于有些可能这个真的跟自己一些经历有关的一些地方的时候，真的蛮感动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给人一种力量吧。因为毕竟是其实最终想表达的含义是劝大家不要放弃。劝大家要坚持，我觉得是一种鼓舞的力量。求生的3个关键词，对，就是沉浸、感动和力量。是的，希望大家能沉浸的听这首歌，然后获得属于自己的感动。对，然后再获得属于自己的力量。对，希望大家能听到
峰峰的这个新专辑，能想到这3个词，好不好？也能感受到这峰峰想要带给大家的。对，好，那我们刚刚也整体聊了一下整张专辑，那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的想听我们峰峰高歌一曲，是不是？哇哦！对，清唱版之前有清唱给大家过吗？就是基本上好像还没有，没有带伴奏的，还没有，还没有是吧？还没有，好的，那我们就专辑里面选2到3首，可以，清唱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行，没有问题。好的，现场清唱哦。对，谢谢。好，我们先唱第1首。OK， 那我就给大家先清唱一首《求生》吧。求生。比普通更普通，多绝望的新中客，早就明白现实比故事更沉重。面对冷嘲热讽，瞻前顾后，害怕自己会失去所有。太好听了，谢谢。就是听 CD，听那个数字专辑上面的版本和你自己唱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清唱可能它有一点不一样，对，真的很打动人心。谢谢。那我再继续吧，我 OK， 不打断了。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首《陌生情人》吧，也是很多人喜欢一首歌。好不容易才和你走到了一起，我很爱你，却爱出陌生的距离。我知道我们已经要来不及，可谁的劝也听不进，谁还有力气把我的一切给你，放弃我自己。哇，谢谢！我终于懂你刚刚说的那3个关键形容词了，是吗？感动，谢谢目前就很感动。谢谢。那快下一首吧，我之前不打断了。最后一首是给大家带来一首《孤独的悬崖》吧。OK，不哭的浪漫，背叛，换一刹那的绚烂，早就习惯离散，从不会感动和无感，麻木到换了又换，左弹右弹，但看的风景都一样。把苹果切开，甘甜到糜烂的时间很短。太好听了，谢谢。不愧是团队 vocal， 谢谢。真的，就声音很有穿透力，就大家没有在现场可能感受不到。我刚看还有人说很羡慕我，因为我坐在你旁边听现场。谢谢。真的太好听了。那我们等会儿还要再细细来聊一下这3首歌背后的故事。好的，对，因为其实时间也过得很快，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是吧？太快了，真的感觉还没有聊够。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留到下半场继续，好的，好不好？没问题。好的。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已经快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包括有趣的小游戏，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拜拜。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嘉宾依然是熊猫堂的崔云峰，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大家晚上好。Hello， 峰峰 ，Hello， 又见面了，时隔4分钟，我们又见面了。是的，好漫长呀。大家又回来了吗？大家回来了吗？我们回来喽。对，因为我们刚刚上半场也聊了一下整体的专辑，然后刚刚听了很好听的清唱，谢谢。我觉得大家就是赶紧录屏吧，对，可以设计成那种手机铃声，可以。
谢谢。对，好，回来了，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详细说一说专辑里面的歌曲了，好不好？好的，对，第一首歌其实是刚刚你唱的第一首歌，也是专辑同名的主打《求生》，是的，因为歌词中也有写到，前路纵有颠簸，纵身一搏，奋力挣脱，为自己而活。对，其实这句话真的很打动我，觉得很打动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陷入黑暗的时刻，是的，是不是？那你想通过这首歌对那些处在未知分岔路口的人说些什么？我觉得可能，黑暗都是暂时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说是你特别想做的事情，咱们都是一样的，咱们都只活一次嘛，所以真的要为自己而活，要拼尽全力的去争取。对，就是为自己而活。对，为自己而活。对，然后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真的不要放弃，如果你真的想做某件事情的话。对，其实大家如果感觉到迷茫，或者说感觉很黑暗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我们峰峰的这首《求生》，肯定会给你很大的力量。是的。好，那其实刚刚也说了，这首歌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有听，就是整首歌它的音域要求都比较高，是吧？比较宽。对，比较宽，就很考验你的唱功和爆发力。对，那你但我也能感觉到你通过这首歌也在不断的突破属于自己的那种舒适圈。那你是有一直在练习一些唱功或者唱法技巧之类的吗？唱歌的技巧可能一直有在磨练吧，然后针对这首歌的一些，比如说技巧的部分，在私底下也有自己练习，然后，但是其实，在真正录制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困难的。那个制作人老师有没有说给你一些那个方法或者技巧？对，其实我觉得录制的时候，我觉得最赚的事情就是这个，因为那个王希老师他制作真的是要求是很严格的，对，而且他很清楚的能够告诉我，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子做呢，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其实就好像我上了一节声乐课一样的感觉。对，就觉得好像虽然在制作歌曲，但是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对，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种在学习的过程。对，是的。那你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可能是。我最开始有点高估自己了，什么意思？最开始高估自己了，就是我们在定这首歌的这个 key， 就定它的这个调的高低的时候，本来定的更高吗？对，本来可能要比这个还要再高一个，但是结果到真正这个录音棚唱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不太行，还是调低一点点，调回来吧。对，但其实已经很高了，在我听来，已经是蛮高的了。我觉得其实这种可能还是刚刚好。对，是。对，好，那我们下一首歌是《孤独的悬崖》，这也是你的收录曲之一嘛？是的，对。其实我听完这首歌，我有感觉到，就是它主歌的那种主歌其实很细腻的，但是你在副歌又爆发出来了，对，这种其实很让人有共鸣感。对。那你想通过这首歌传递出一种怎样的情感或者态度？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这首歌，他感觉和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在现在的这个感情生活当中，咱们可能有点，比如说快速的这种快餐感情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没有就是在很认真的在谈啦，或者说是什么，比如说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感情之后，变得逐渐的麻木了。对。但是其实我感觉是宁缺毋滥。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咱们可以享受孤独，咱们可以孤独，但是真的要等到一个真的值得你去付出和真心对你的人，咱们再好好的去享受感情。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自己心中孤独，想要寻求陪伴，但其实这个人未必合适，或者说怎么样的话，这个感情就会不好。对。就其实刚刚说的很好，宁缺毋滥。就其实现在很多感情就是那种比较快餐式的，就其实你好像一直在谈一段感情，但其实你都不懂什么叫做感情。对，很麻木的在谈。对，很麻木的在谈。对，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情感，就是真实面对内心的情感这样子。是的。对，好，那下一首歌是《陌生情人》。这首歌和前两首歌的风格，我感觉不太一样，有点不一样。对，因为它其实是一首情歌，它真的是一首情歌。对。然后我有听到它里面是不是融入了一些 R&B 在里面？有一点点。因为我感觉到它有一种让人
克制的那种，还有距离感没错在里面。那你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你带入了什么样的情感，或者说什么样的回忆在？我觉得我带入的情感可能类似于那种，爱而不得吧。对，爱而不得，爱而不得吧，因为就是我觉得像副歌里面唱到，就是说我很爱你，但是却爱出了那种陌生的距离。因为就是我越努力的去付出，然后越很全力的去对你好，但是好像你并不需要我这样子。对，就好像越努力越越远了。对，你越努力，反倒你跟他越远了。我觉得可能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吧。对，到最后把自己全部都付出了，但是其实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是不是有一些很伤心的往事呢？哦，没有，都是听说的一些故事。哦，就跟自己无关啊，跟我无关。对，可能是其他人的。对，可能一些身边朋友的一些故事啊，总是愿意跟我讲他们的一些感情生活。对，真的还不错哈。对，还不错哈，还能分享一些。对，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听个乐。对，我就听个乐子，然后带着这种感情唱给大家听啊。对。好。对。很好，那我看大家很喜欢，也很喜欢这个歌哎，因为就其实讲出了大家的共鸣，就好像说像那种，有首歌叫《流沙》，是不是？抓得越紧，它漏得越快。流得越快。对，我觉得这首《陌生情人》也是跟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对，爱而不得，是的，很好。那我们刚刚也说，下半场可能会做一些小游戏是不是？刚刚也有人说就是。峰峰的侧颜很帅，我有看到。谢谢。那我们就展示一些更帅的环节，好不好？好呀。好，然后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叫 emoji 表情包模仿。我等会会给你几张 emoji 表情包。我尽量刷一刷 emoji， 好不好？因为上次鲁鲁来的时候，他是做时尚9连拍，就是他是自己 freestyle，就拍9张照片。那我们这次有固定的。OK。好，那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可以，没问题。我们就把这个举在你自己，对，或者我帮你举也可以。可以。我感觉这个我也蛮经常做的，就是含泪的，然后就很委屈。大家赶紧截图，快去听我的歌，求生。谢谢了。感谢了，老铁们。谢谢。好，下一张是这个，是不是也很符合你呢？kiss。哇，这个。这样的吗？像四处发射 kiss。好，大家说小卡图快截。好的，那我们今天不止一张哦，真的是很多张。这个，我想一想啊，这个有一点，眼神要到位。是怎么样？是这样的吗？赶紧截图，好可爱。谢谢。好的，好，下一张。这个，这张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好适合你啊！这就是笑嘛，是吧？这样子的。我们把腮红再打重点就更像了。我画2个圈。对，画2个圈，大家后期也可以 P 一下。可以。好，还有这张。这个。求你了，快听我歌吧。求你了，大家快去听一下《求生》，谢谢。真的很好听，谢谢。太像了，我觉得这张表情你都模仿的好像。谢谢。太可爱了，还有一张。还有。这是还蛮简单。尴尬的笑是吗？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好，还有吗？我看一下。哎呦。没关系。没事。好，还有最后一张。OK。这个。这样子的是吧？就是很无奈的。对。这个图我经常用。是吗？对，其实大家很经常用。对，所以大家赶紧截图吧，然后我们就可以以后用峰峰了，就不用 emoji 的了。可以吗？谢谢。好的，那我们挑战成功。谢谢。大家看大家怎么说？我逆风常用。逆风假笑。刚还有看有人说有没有吐舌头的？没有吐舌头的吧？没有吧？没有，我们还没有。我们下次再搞一个吐舌头。可以，没问题。我们再更新一下，好不好？好的，那大家有没有截图呢？我们刚刚也肯定截了，很爱截的，他们都非常形象，表情包快用起来。好的，好，那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有趣的小游戏，然后我们接下来又要回归到我们专辑之中了。好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整张专辑
有 intro 和 outro，一共12，就包括这个一共12首歌。没错。然后其实 intro outro 设计的也很别出心裁，因为开头刚刚你也说是在 ICU 里面就是紧急治疗，生死未卜的那种感觉。是。但是 outro 又有一种又听到了心跳声和喘息声。对，这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里面？对，其实就是整张专辑想表达，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线的一个设计，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抢救，然后不知道我是活还是是生还是死嘛，对，然后其实正好连接到《求生》那首歌，不知道大家可以听一下《求生》的前奏，《求生》的前奏是一个心电图的那个噔的那个开场，对，就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整张专辑听下来，最后就是看峰峰有没有坚持下来啊？结果最后有一个呼吸声，就代表我活了，对我没有放弃那个梦，那个就是说活下来的这个想法，对。就我一开始以为是开放式结局啊，就我不知道就是活了还是没活。对，但我后来又听你好像呼吸的很大声，对，有呼吸声，就其实很在用力的呼吸，是在用力的求生这种感觉，没错。对，那你刚刚说求生开头还有心跳，对，它有那个噔，心电图的那种声音，对，心电图那个声音。那我再仔细听一下。可以听一下。我一开始没有听出来，就是这两个衔接。对，可以听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除了 intro outro 还有个插曲，然后这个插曲也是一个很短的1分钟左右的一段独白，对，配上 BGM 的独白，没错。对，然后这个词也是你自己写的哈。对，这个词是我自己写的。那我觉得词写的真的很好，因为它有一种像一首诗一样，就很有意境。有一点。对，那你创作这段词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其实灵感来源就是听《孤独的悬崖》这首歌吧，对，因为当时是为《孤独的悬崖》去写的，对，其实就因为他后面不也说到什么犹如悬崖般荒芜嘛，对，其实就是对，就在说这首歌曲。但那个词真的写得太好了，谢谢。对，我觉得大家听完应该也很喜欢，谢谢。是，那我们就让峰峰把这段旁白自己再读一遍好不好？现场再给大家读一遍，也当做清唱了。哇，好，好不好？我来看一下那个词。对 ，OK， 谢谢。我觉得真的像写诗一样。谢谢。那我就沉浸式的给大家读一下。对，沉浸式的，我们来 ASMR 一下。我们淹没在千篇一律的选择中，麻木在心底疯长，离散成日常景象，无数次的相遇和告别，眼前依旧如悬崖般荒芜。大概这样。这个写的好好，谢谢。大家有听到吗？赶紧录音吧，好不好？我觉得读出来的感觉跟那个正式放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差不多，就是有按照那个的节奏去。对。那你写这段词花了多长时间？还是说就是一气呵成？是在等人的时候写的。对，那天正好约了朋友要一起吃饭，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听，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孤独的悬崖》的这个成品已经出来了。对，然后我就这个跟公司说能不能我听一下。然后我就 OK， 我正在等人的时候我就在听，听完以后，然后他就说你要去写一个这个东西。对，然后我就在那听了几遍，然后再去结合那个歌词，然后再坐在那边就在那写出来的这样子。那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大概可能20多分钟，差不多。反复的琢磨了一下。好厉害！那你平时的文采应该也还蛮好。没有吧？我也没有尝试过一些，所以这是第一次尝试。对，但真的写得很好，就和有被感动，而且跟主题也很契合。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恭喜峰峰，因为你在专辑发布后的第5天，也就上周6，你举办了第1场个人的求生首唱会，在北京哦。没错，谢谢。大家有没有去现场看呢？有，很多朋友都来下去了。也现场反响也很热烈，是不是？现场大家都很捧场。那这是你第一次说自己一个人在那么多歌迷朋友们面前演唱，那你心情如何？其实最大的感觉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对，因为舞台就挺大的，然后其实就是一个人去撑起一个舞台，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是的。因为像我平时都是在团队当中嘛，对不对？我们团一起出去演出，其实就还好。就每个人有趴。每个人有趴，就是舞台的气氛就烘托出来。但是我一个人的话，再加上
我自己有那么多的就是慢情歌，就很多，就是其实那个现场的氛围是有点难拿捏的。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当时压力最大的是这个事情了。那其实唱情歌也很好，就大家都沉浸在里面了。对，大家如果那时候没有反应的话，代表大家都沉浸在里面。对，是的。那其实我也有看到你在很多平台说会翻唱，做一些翻唱的视频，或者说做一些直播。那跟这种线下的 live 比有什么区别？你觉得？我觉得肯定就是现场的话，肯定是更加的热闹的，就是大家能给你一个及时的反馈嘛。对，平时直播的话，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文字，那文字跟他们真的在现场就是哇鼓掌这种，那肯定不一样。那你在筹备这个首唱会的时候，筹备了多久？大概？哇，这个好像差不多有，我记得当时是有1个月的准备时间吧，但是其实整个其他工作安排下来，我给自己也就大概半个多月一点。那其实很紧凑，真的很紧凑，所以真的上个月就每天看着日历在过日子那种，就还有几天呢，完了不行，又每天很焦虑，画一个叉，然后这样子的。但其实现场的效果大家都很满意。对，现在效果大家还是很捧场。那有看到那么多歌迷朋友为你呐喊、为你助威，你心情怎么样？我觉得最大的还是感动，就是有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不是在北京生活，然后平时就是可能离我们生活，比如他平时生活的城市离我们很远，他特地坐飞机坐高铁赶过来，我觉得真的是我最大的就是感动，谢谢大家的支持。对，但大家肯定也会觉得这一场奔波是值得的。谢谢。那我也有看到其他的熊猫堂成员也来到了现场。对。是，那有队友们在身边，会不会更有力量？会，他们从后面出来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是吗？对，对，就这样的话，就好像是整个团体都在上面一样。对，没错。那他们有说给你一些鼓励或者什么吗？其实这个是属于平时私底下的吧，因为其实那场演出结束之后，大家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和鼓励。他就说，你的这个做得很好，然后咱们下一次可以，比如说这样子做，那样子改，然后会变得更好。然后他们也很体谅我面对的一些压力和难度。对，然后包括比如说彩排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及时给我反馈，就告诉我说，你会这样子会比较好。对，我觉得这个是队友之间的一个情谊。对，就还是有队员在身边是最安心的。是的，这也是整个熊猫堂的一个凝聚力在里面。没错。对，那还想替各位米饭们问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后面还会有类似的演唱会或者巡演吗？这个就小透露一下。小的我来宣传一下。对，就首先接下来在4月份的话，我们熊猫堂会在这个泰国有一场演出。对，然后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然后很遗憾的话，因为行程的安排，然后没有办法调串这个时间，然后峰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大家在曼谷相见。对，然后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熊猫堂，然后峰也会很努力的，然后尽早跟大家相见。然后峰自己的话会在5月份，会在5月末，然后5月下旬吧，会在日本有自己的2场这个个人演唱会。对，2场。对，2场。大家记住了，5月份哦。对，5月份在日本东京，对，有2场，然后欢迎大家到时候有空可以过来听峰的演唱会，谢谢大家。好的，5月份2场，4月份还有一个熊猫堂的。对，4月份有熊猫堂的。大家赶紧把票订起来吧。有开票吗？现在还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熊猫堂的官方账号。大家多多留意，然后我们赶紧到时就抢。是的。对，然后我们日本东京见。对，日本东京见。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在专辑发布之后，有歌迷朋友们评论说这也是你从22岁到27岁的成长故事。那其实也有提到你之前的人生经历跟现在是差别很大的。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走上这条音乐道路？
决定要走的时候，我觉得是真正就是有人在找我，就是问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因为说实话，在没有得到这个外界的一些可能肯定或者是选择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只不过就是一个可能唱歌稍微比别人好一点点的一个普通人而已。那个时候可能只是这样认为，但是真的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觉得哇，原来我还能够被这样子选择。那我觉得，那既然给了我这样子一个机会，我肯定要去抓住它。就是有机会来就赶紧抓住，一定要抓住。对，义不容辞的去往前冲。没错，不管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当时是想说为自己的一直想做的事情拼一把吧。做过就不后悔。是的。那不仅是你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其他人对你的帮助，让你慢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是的。那你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平时的话，其实 R&B 很喜欢。R&B 我也很喜欢 R&B， 是吧？R&B 很喜欢，有很多很厉害的 R&B 的音乐人。那对你而言，你第一首流行音乐的启蒙是什么？是郭冷老师的《童话》。郭南老师的童话，对，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首歌真的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觉得不仅启蒙了你，可能大家都被这首歌给启蒙过。对，那还想问一个走心点的话题哈，好，就是熊猫堂其实一直被誉为打破定义的组合，因为不论是你还是熊猫堂其他成员的外形，都是与大众传统认识中的艺人形象不是很符合的。对，那在你追梦的路上，会有遭遇到一些质疑吗？会有，而且还蛮多的。就比如说我最开始是在驻唱的那个，我在一个青年旅社，然后有过一个驻唱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要走了嘛，我要离开这里去参加熊猫堂这样的一个练习生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就跟我的驻唱的这个老板说了，然后驻唱的老板上来就是一个质疑，他上来就是他说你做练习生吗？他说你 OK 吗？他说你这样做练习生吗？对，他其实有质疑，但是他到最后还是就是说，哎呀，既然人家公司选择你了，你就好好的，你就本分分的去做，然后要尽全力的，我们看好你哦。对，就是人家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但是他最开始还是有点不可置信的一种感觉，对，最开始还是有点，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祝福，还是觉得相信你，对。那你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消化它？我觉得在出道之后，可能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不关心不 care， 不看，对，我只专心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如果说不是那种就是真的引起了很大争议的那种，我基本上都不看。如果说真的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话，那我真的有去看一下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说真的出现什么问题，我都再研究一下。要不然的话，平时基本上就会看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是。对，比如说你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尝试那种风格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对，这种建议可能会看。其实我们对于一些负面的这种评论或者说消息的话，我们就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对，其实都是你的垫脚石。都是你成长上面的垫脚石。是的。不要内耗。对，不要内耗，我们就先做自己。对，因为还有很多米饭在支持着你。是的。那其实你们的姻缘不仅在国内哈，也在国外的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榜单上表现得很亮眼。是的。然后那你们未来的发展规划有涉及到一些海外市场吗？因为你刚刚也说你要在日本。对。那整个团队会有说？对，其实最开始也是团队先去的。对，其实我们熊猫堂一直在就是尝试在我们海外就是去各种的演出，然后去宣传我们的 C-pop。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将来也会是一直可能持续的一个事情，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吧，宣传我们的 C-pop。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让我们中国的华语音乐走向全世界。是的。那你们未来还想尝试哪些新的音乐风格，或者说舞台的这种表演形式？熊猫堂其实一直在，不管是像老师你说的，就是舞台表演方式，还是音乐风格上，一直在做不断的尝试。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熊猫堂的粉丝，或者说一个普通人的话，
我去听熊猫堂的新专辑，我肯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哦，他们这一次又要尝试什么样不同的，想准备给我什么样子的惊喜。对，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每次其实拿到比如说新专辑的一些新歌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哦，今天我们要去公司听新歌，然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最大的可能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不限任何的风格，我们都敢尝试。不限任何风格，不限任何形式。对，没错。每次的出现都让大家眼前一亮。是的。好，那我们刚刚也聊得差不多了，那最后要不要再做一个小游戏？可以啊，什么小游戏？就是用我们快问快答加画出你的歌，就你一边画出你的专辑概念，然后我一边会问你问题，就两件事情是要同步的。好的。好的 ，OK， 蛮难的感觉。上次鲁鲁来其实画的还蛮抽象的。哦，是吗？看看这次你画的怎么样？好的。好，那我可能会比他更抽象。那我们就更期待了，好不好？好的。好，这个是画板，然后我们就选颜色，然后。OK， 好的，谢谢。然后我还会边问哦，一边问你问题。就是你一边问问题，然后我一边画画。OK， 好。好的，那你要先构思一下吗？还是我直接开始问？我大概知道要画怎么样。大概知道画怎么样子。对 OK， 那我开始了哈。好吧，你说吧。他拍还是自拍？他拍。I 人还是 E 人？E 人。咖啡还是茶？茶。自己做饭还是点外卖？自己做饭。热水还是冰水？冰水。小猫还是小狗？小狗。提前规划还是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吧。晚睡还是早起？晚睡。感性还是理性？理性。面食还是米饭？米饭。烧烤还是火锅？火锅。上次吃火锅什么时候？上次吃火锅，哇，我得有1个月了吧，差不多。那你不是说喜欢吃火锅？爬山还是看海？看海。上次看海什么时候？上次看海，感觉快1年了，有感觉。喜欢看海，但隔很久才看。对，隔很久。OK， 学生时代最擅长的课程是什么？语文吧。语文好。那最喜欢的运动是？最喜欢的运动健身算吗？算。OK。最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是？照片。上次扔什么时候？上次扔是没有扔过了，没有扔过照片。好，最近在单曲循环的歌曲是？求生。我都想替你回答了。最近一件网购的东西是什么？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是 B？ 维生素 B。维生素 B。好，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蜘蛛。蜘蛛。没错。哦，那个这种多脚的这种对多脚的动物我都害怕。最喜欢的水果是？草莓。夜宵喜欢吃什么？螺蛳粉。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天赋。那还想问你一个上次问过鲁鲁的问题。如果能回到过去的哪个时刻，你最想回到哪个时刻？我没出生可以吗？可以啊。我想去90年代看一下。90年代看一下。对，我其实蛮想去90年代看。体验一下的。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回答，蛮有意思的。那我们画完了吗？问完了。画完了。那我们先在那个右下角签个名字。对，签一个你的名字。难道说这个要送出去吗？这留给我们就那个节目组。OK。对，我们要欣赏一下，把它裱起来。好的，那我签右边。OK。右下角签号。OK。好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是这样子的。大家看一下你来描述一下吧。对，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也是我们这次的视觉的其中一个照片。对，它是一个时钟，然后妈呀，时钟那个针没画，我忘记画针了。对，然后现在有没有真的那种时钟？对，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底下是我站在这边，然后它其实就是想说我们专辑当中也有一首歌叫做《零时钟》嘛，其实也跟这个概念相契合。我们到时间了，然后就是你在走马灯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有这个时间。我们到时间了，提醒你了，你赶紧做抉择了，对你到底要怎么样？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哇，真的很有概念。我觉得
算了，我不比较你们两个人，我不比较了，都挺好，都挺好。对，时间对。好的，谢谢送给我们的礼物，好好珍藏，好不好？我会好好珍藏的。谢。好，那我们刚刚也说要给大家送一些精美的小礼品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前面也说到，说这次出了一张黑胶版的 NFC， 是不是？没错，就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就是这个真的很漂亮。峰峰的一个周边，当我自己看到实物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很做得很好。是的，而且真的很有质感，对，也有一定重量，有一定重量的，这个真的很不错。看看是哪位幸运儿能抽中呢？对，我们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或者让大家打一个口令。可以。对，然后我们公屏截图，第一位就能获得这张黑胶 NFC。好的，没问题。好的，那你问一个吧。那我问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或者大家发一个口令都可以。好，那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吧。峰峰这一次的新专辑叫什么名字呀？不行，我手机呢，我要把它打出去，我也要获得。这个就送给你。OK。好的，大家快点回答吧。这一次峰峰的新专辑叫什么？OK， 都打出来了。因为会有点延迟这样子。OK。然后你再倒数3、2、1，我们就截图第一位就可以抽中。那我们现在可以倒数了吗？OK， 好，准备倒数，3、2、1，咔嚓。我们来看一下，你要不念出他的名字？天哪！你认识吗？我认识，而且是我的一个特别经常我们调侃我的一个粉丝。那把他名字念出来吧。恭喜山上有 Poki 同学！恭喜你，山上有 Poki 同学获得这张黑胶 NFC 签名的黑胶，对，有签名还有签名，很大的一个签名，恭喜你，恭喜！对，到时候你要记得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私信到我们官微后台，对，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寄出哦。是的。大家很多人也认识这个吗 ？Poki。对，他在我们粉丝当中还蛮火的。插出去，是的，大家都很羡慕他。是的，恭喜你，再次恭喜你，恭喜！记得私信我们官微哦。好的。那没有抽到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小礼品，还有一个签名照。对，这张峰峰的亲笔签名照。哇，远古时期的峰。我们签名照都是保真的。肯定保真，那绝对保真的，对，绝对保真的。对。然后这个也是同样问问题吗？还是都可以，你选择一个。OK， 那我们打个口令好了。好的。打个口令，然后就是说，快去听求生吧，这样子好。快去听求生，大家打出来这个口令吧，快去听求生。对，好不好？那抽中的朋友也真的要快去听求生。对。抽中第一刻就立马打开求生，立马就打开音乐软件，快去听。是的。好的。那我们能够打出来吗？快去听求生，对，因为有点延迟。好的。那我们准备要截图了。OK， 准备3、2、1，咔嚓。好，再次请你念出他的名字。哇，有点复杂。是一个英文名字。这个你不认识吧？这个我不确定我能读得对。那我们就把单词一个个念出来。就 Pride has comment 吧。对，这位朋友，恭喜你！PRABHASCOMMET， 恭喜你！获得这张亲笔签名照，峰峰的亲笔签名照。是的。然后也是同样把我们的姓名、电话、地址私信到我们官微后台。是的。我们会快点寄出的哦。是的，没错。恭喜你，有收到吗？恭喜！那我们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再给所有歌迷朋友们送上一句话，好不好？好。就是峰峰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峰峰新专辑的支持，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也一起努力，一起坚持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总有一天，不管是峰峰还是大家，都会有一束光照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熠熠生辉，变成更好的自己。然后大家平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每一天。谢谢。也谢谢峰峰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场节目。谢。是的，今天真的跟你聊了很多，就感觉有聊到那个更深的地方。是的，也很感谢，也希望你下次，你或者说大家一起来我们打歌中心做客。到上次还说一定要备上6张椅子。对，这个椅子很好。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就到这里结束啦。好的。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
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流行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